这年头，冰糖葫芦都能自助了。讲道理，正常人也不会把这冰糖葫芦当饭吃吧？大家好，我是程飞，咱们现在在这个天津和平区的同安道这块啊。前几天看到就是说这块有一个冰糖葫芦的自助，我寻思说这玩意儿还能自助，那咱们今天过来看一看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您好，咱那个49.99块的，它自助可以用吗？现在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那您兑换一下吧。就只能在这吃啊，限时限量吗？不限量，但是2个小时是吧？好的，就只包括冰糖葫芦吧，其他的不包括是吧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干预嘛的都能吃。行行，谢谢。我自己拿还是您给我拿？先给我拿2、3个，我拍个照片吧，先拿一点好看的。咱先拿几个好看的，拍个封面。这是各种水果都有的10斤冰糖葫芦串哈。哦，酸酸甜甜一口爆汁，好过瘾啊！哦，照人家那个意思啊，这种糖豆它也是可以在这块自助的去吃。这糖豆一盒吃下去肯定也就超级腻啊，然后也嚼起来也特别的费牙，所以这种咱就不考虑了。再来一个啊，大草莓。哇，这草莓好大个儿，果肉特别饱满，汁水也特别充盈。配上这外边这个冰糖的壳，甜上加甜，爱吃甜食的人肯定都特别喜欢。传统的山楂冰糖葫芦，这个应该它这已经是切开过的，应该是已经把籽儿去掉了。小的时候我吃这个山楂的冰糖葫芦，就感觉这个山楂太酸了，就爱吃外边这层糖壳。对，是的，这个已经去过核了。这山楂酸酸的，非常开胃消食啊。因为这个是吃的山楂嘛，那个健胃消食片是山楂味的，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网上那个段子，要是我一直吃这个健胃消食片，吃到最后是会越来越饿呢，还是越来越饱呢？单吃这山楂有点噎啊，混着这个青提一起吃。毕竟这个山楂还是比较酸的啊。虽然说这个山楂是最具代表性的冰糖葫芦，但是我从小到大也不是特别爱吃这个，反而是这些刚才那些花里胡哨的冰糖葫芦我特别爱吃。然后再拿个山药，再拿个山药豆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山药和山药豆我是觉得也是很好吃的哈。这个山药本身面面的、糯糯的，混着这个脆脆甜甜的外壳。它这个上边还有各种的糖人啊，拿了一个冰墩墩，我看上面还有奥特曼，有光头强、企鹅，有锦鲤，还有灰太狼，反正味儿都是一个味儿啊。这玩意儿拿着哄小孩肯定效果特别好啊。就是糖浆啊，然后这个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棒棒糖了。这么舔下去的话，2小时到了，可能这都没舔完，咱可能就得用嚼的了啊。幸好用手接着呢，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。吃糖也要注意安全啊，这个尖儿看着就非常的锋利。这个糖人真的不适合快速吃啊，买一个回家慢慢舔就行了。这吃完之后两边的牙全被粘上了。好，谢谢。
小的时候不爱吃那个山楂嘛，就吃这个橘子的。实在太冷了，跑2圈暖和一下。看看再来个啥？帮忙再拿个豆沙。好嘞，谢谢。豆沙馅儿，这豆沙也是好甜呀、这一口豆沙糊在嘴里头，豆沙的甜混着这个糖壳的甜，有点甜过头了。拿个这什锦水果吧，谢谢。现在腿都已经有点站累了，估计肯定吃不到2小时了。你看自助包括这些吗？也可以是吧？哦，那这樱桃能帮我盛一点？这是海棠果。海棠果，那先盛一点吧。这眼神不行了。海棠果也可以自助，然后这长得确实长得很像樱桃啊。好酸呀，太酸了，得亏就盛了1勺啊，没让人家给我盛1盒，非常不容易的吃完了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对于自己不熟悉、不了解、没听过、没吃过的食物，一定要先简单尝一尝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吃啊。得亏是没浪费啊，刚才这个确实有点酸，咱吃个甜点的，冲淡一下啊。那帮忙再拿个草莓吧，谢谢您，谢谢。缓解过来一点。哇，感觉这腮帮子都已经冻僵了，嚼不动了。再来个山药吧。讲道理，正常人也不会把这冰糖葫芦当饭吃吧？您让我帮忙裹一层那糯米纸。哦，行，好嘞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刚才感觉吃了半天，总感觉少点什么。后来发现啊，别人买了之后才想起来，少了这个糯米纸没吃啊。这个一般是粘在这个冰糖葫芦外边，裹着这么一层，可以吃啊，跟吃塑料袋似的。哎呦，慢点，孩子。他家还有这个烤红薯。然后新烤的那波还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熟，然后咱确实没法再等那么久啊。还有个中午剩下的，让人家帮忙给加热了一下，咱吃口热乎的就得了啊。哇，这颜色还是很漂亮的啊，闻着就很香甜。总算吃到口热乎了啊！这烤红薯软糯香甜的，很不错。最后啊，吃了13串冰糖葫芦，1铲子的海棠果和1小块的红薯，咱就先这样吧。确实这大冬天在外边吃东西太不舒服了啊，就此打住哈。然后吃了这么多，也应该是吃回票价了。人家店主确实也很玩得起啊，每次去要的时候都很积极的去帮我去拿，然后还会温馨的把那个签子给擦一下，避免多余的糖沾到我的手啊，这点还是挺点赞的。然后这个店主也就在旁边，咱就实话实说的总结了，这个真的不推荐吃这个糖葫芦自助啊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他家这味道还是挺好的啊。刚才随机吃了那么10多串，这个食材都是非常的好的，没有那种坏的山楂或者坏的水果什么的。就这冰糖葫芦这东西啊，本身它也是不能当饭吃，吃饱饭了回家再买一串溜个份儿，这就足够了啊。顶天2、3串都已经算吃的多的了。没必要当饭吃，没必要来吃自助哈。有兴趣的，咱们自己就是单独买2、3串就 OK 了。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希望我的视频能给你带来好的胃口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煮了满满一大盘子，咱先吃个过瘾。后面标注了原切肥牛，还有草莓不限量啊。今天咱们吃一个小火锅自助，在这个陆家嘴商场5层婉转精选。店里环境还是挺干净明亮的，这些是它的饮料。这东方树叶都可以不限量啊，5块钱一瓶呢。这边是它的小料台，涮品种类非常多啊，常见的就不介绍了。一会儿咱们重点看看特殊的。
它这里2个夹子，分别用来夹生熟的食品，自己去分得清楚就可以。这是它的肉啊，还有毛肚，先夹点尝尝。还有虾，这虾看着还挺好啊。这锅还没开，先尝个蛋挞。外皮很酥，完了这蛋液也很香甜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不是新烤出来的，温度差了点。下边还有紫薯哎，蛋挞味不错。黄花菜我爱吃，多来点。也有一些腌制肉类，这是小酥肉，应该直接就是熟的，换个夹子。壳也挺薄的，里边肉含量也挺高啊，也是稍微的有点凉。炸鸡翅根这是热乎的，简单的裹了一层薄薄的面衣，然后炸好之后撒了点辣椒面。这肉卷看着还可以啊，还有草莓不限量啊，尝个草莓，酸甜度还挺合适，硬度还稍微的有一点点，不是完全熟透的那种软度。上面标注了原切肥牛。锅开了，咱先下盘肉。去年入冬那会儿，也是在这个王景堤那边开了一家婉转牛肉小火锅自助，好像是那个是30多。完了，刚才问一下，他家这个店跟那个店是同一家店，只不过这个是做了一个算是走了一个高档路线吧。那家是30多，这家是58块8，将近60了。然后肉眼可见的区别呢，多了很多真的肉卷啊。那边30多的，它是很多的腌制肉类啊。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个吃完的体验吧。来个肉肠，火山石烤肠，给切了花刀，在烤完之后撒了点辣椒面。这肉还挺瓷实，这面筋也能煮吗？我刚想说肉煮好了，结果这个角度全是黄花菜啊。肉煮好了，来一筷子。他家这个芝麻酱是本身已经经过一个调味的，那么浓度目前也是一个比较浓稠的状态。麻酱水平还是很在线的。这肉卷品质可以啊。这个好像是高钙羊肉卷，这草莓好小啊。高钙羊肉卷，羊肉卷混着脆骨那种卷啊，也是比较常见的啊。这个是吃着稍微有点稍微的带一点科技感觉。涮了个小酥肉，来块大面筋。面筋还是得烤的好吃啊，这煮的面筋有一种那种面泡发了之后的感觉。这还是真的东方树叶啊，不是什么东方对叶、东万树叶那种，煮了满满一大盘子，咱先吃个过瘾啊。这吃的是好过瘾啊！这虾品质相当可以，不是那种反复冻上解冻、冻上解冻的那种虾，它的肉质口感还是也能算得上紧实 Q 弹啊。来一块哈密瓜，
非常清脆清爽。看看这毛肚怎么样？刚才闻了一下，这个生的状态下带着微微的腥味儿，尝尝。这脆弹程度对于这个60的价位来说很可以了。这品质感觉比我前几天在那个金南区吃的那家鲜羊肉铜锅涮肉自助，它里边那58元那个档位的毛肚要好嘞。接着吃肉，盛碗酱去。其实你像这种小旋转小火锅走高端路线的，这也不是第一家了啊。比如说青岛那个龙哥小火锅，还有就是23年8月份天津乐宾开的方小厨。但其实我感觉这个定位也挺尴尬的，60块钱你再稍微加点钱，就能吃更好的自助。然后你要说吃个小火锅的自助的话，2、3十那种，吃点菜，吃点涮丸子也够果腹了。但怎么说呢，这个价位也算是正好弥补了中间这个价格区间的空缺吧。60块钱有真肉吃，然后还不限量，你稍微的能吃点，吃个2斤，起码这个心理价位上也够本了。你20多的小火锅自助，你吃2斤丸子也照样是亏的，对吧？它的腌制肉片看看，黑椒口味的，然后这个肉完全没有纤维感，腌制的非常嫩啊。他家30多那家小火锅也是这个水平，所以就是看您需求，喜欢的来2片。那毕竟这好多真肉，真正没必要再吃这个调理肉了，对吧？这草莓也真挺好吃。豆排我超爱的一个食材啊，特别的吸汤吸汁。好吃了。这种廉价丸子咱就少吃点，意思意思得了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撒尿牛丸咬开在嘴里爆浆的那一刹那，那感觉就不可替代啊！它这毛肚不错，咱多来点。刚才接了个电话说补酒了，补酒了还是脆脆的。尝口他家冰激凌。这奶味还可以啊，有些许冰碴哎，香精味不是特别明显，比很多那种鸡仔冰淇淋里那种廉价冰淇淋要好，明显好很多。也比美登高这个冰淇淋的级别强一点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咱们再来点豆皮儿，得吃小火锅不吃豆皮儿，总感觉这顿没吃似的。OK， 咱们吃完出来了。简单的总结一下，他家这个火锅，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那个好的肉的肉质还是很 nice 的，大虾水平也 OK， 然后还有毛肚啊什么的都不错，水果也是非常新鲜，整体来说都是不错，可以选择。然后缺点方面，它那些熟食炸制的菜品温度有点低，当然一个因为也是现在是冬天，一个可能就是今天的这人比较少，然后如果就是人多了之后拿的快了，它补餐每次都补新的，到时候温度就不会凉了。再一个价格方面，我呢进店的时候他说是现在开业优惠价58块8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啊，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小火锅，面向的这种客户群体就在这儿呢，你要再贵了，我觉得就不值当了。那你毕竟你要再贵的话，咱不如再加点钱去吃更好的自助。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您带来好的胃口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39寒天涮个羊肉。大口吃肉，真是太幸福了。这大片毛肚，今天咱们来吃一个涮羊肉自助。大家好，我是程飞，咱们现在在这个天津津南区的新华城市广场这边啊，咱们今天去吃一个涮羊肉自助。
就是这个牧羊斋，它不在这个商场里头，在商场外边。他那个菜品的展柜，那个店长还是老板一直在旁边盯着，当时也不敢去拍摄啊，就拍了2张照片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那边需要问什么东西？咱先下盘肉吃着，以78元的价格来说的话，这肉看着还是可以接受的啊。这芝麻酱还算不错啊，但是跟一些单点的涮羊肉的店，这个芝麻酱还差点意思。咱先来一口，先切羊肉，蘸上满满的芝麻酱。太幸福了。它这里分为3个价位啊，58块8毛8、78块7毛8、108块8毛8。为了一会儿方便介绍，咱就省略小数点后边了啊。然后58的这个价位啊，是只有这个羊肉、肥牛一些常见的涮品不限量。然后78的话是在这个58的基础上多出了4种鲜切羊肉、鲜切牛肉，然后那种高钙羊肉和骨饲牛肉。然后108的基础上又多了雪花牛肉和胶原牛肉，还有这个虾滑和鲜毛肚。然后在柜子里的话，它是用这个颜色来区分，白色它就是58块钱的，红色是78的，蓝色它这个就是108的啊。像是这个就是沙葱羊肉，这个鲜毛肚也是108的。它的这个锅底和小料单独收费啊，完了锅底是5块到28不等，小料是5块钱一个人。尝尝他家这个炸货品质怎么样？气温有点低嘛，然后现在也是有点凉了，不难吃吧，但是不推荐拿哈，跟好吃也不太沾边。大家这羊肉品质还可以啊，78一个人，算上锅底和小料，85不到88一个人啊。品质你跟单点的那种涮羊肉店比，肯定没法比不了。在不到90块钱的自助里，这性价比算很高了啊！哎呀，这片颜色深的就是刚才涮的没捞出来的啊，这一摞白白净净的就是刚涮的，粉嘟嘟的。很香啊！他家这个炸的辣椒油不错，涮片毛肚看看。嚼起来非常脆弹啊，我觉得应该有冰鲜的水平了啊，冰鲜的品质。好脆弹，就是吧，它这个，我看它那个后厨的厨师也是从那个包装里拆开之后现铺的，那而且这盘子上它也没放冰，摆这种造型，我觉得有点没必要哈。也没有异味，就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种毛肚的脏气味。它这饮料的种类我看基本上都是康师傅系列的各种软饮啊，没有特别适合我喝的，咱就来透明可乐吧。再看看它这些其他的冻肉啊，这是108价位的，这个应该是胶原肥牛，很大片的肉啊。它这个肉肥瘦分明啊，这脂肪的香气很足，然后瘦肉部分这个瘦肉纤维感、咀嚼感也很强。78的这个鲜切牛肉，尝尝。同样是78价位啊，它这牛肉反正吃的香气没有这个鲜切的羊肉好啊。108价位的这个牛肉也确实有它的过人之处啊，确实比这个78的这个鲜切牛肉要好一些。108的虾滑，然后78的羊肉滑，这其实应该可能就是羊肉丸子吧。冻得好硬。这款红牌的78的不知道是啥。吃着应该像是肥牛。78价位的这个冻肉卷没有什么特别的鲜明的特色哈。58的羊肉卷，
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这羊肉卷一下锅全碎了。这58这个羊肉卷其实还挺不错的啊，一方面它也是真肉，一方面它这个羊肉的香味也还可以啊。108的沙葱羊肉，我个人感觉这个羊肉卷还是没有这个鲜羊肉好啊。鲜羊肉吃着还是口感啊，那个肉香味还是更浓一些的啊。它这个跟58的羊肉卷相比，确实强了点儿，但单从价位上来说，肯定不止50块钱的差价。又凉了一些，现在就有点难以下咽了。他家这糖蒜还可以啊，看看他家这个虾滑品质怎么样？虾滑非常嫩，然后也有明显的虾味和这个虾肉感。对于108来说，也算是挺不错的了。羊肉滑，也相当于就是羊肉丸子了嘛。肉糜在嘴里有点黏糊糊的感觉，也有略微的膻味儿。好，其他的肉这个膻味不明显啊，反正这个羊肉滑有轻微的膻味儿。这39寒天涮个羊肉，大口吃肉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它这58价位好像也有这种毛肚，看看，这个就有明显的一些轻微的腥味儿。这58的毛肚跟这108的毛肚确实就是差距非常非常的明显啊。但58能吃到这品质的毛肚，我觉得也没啥可挑的了啊。去头的青虾，比较不错的冻虾啊，比反复解冻的那种冻虾好，但是比不上那种冰鲜的。这大片毛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抹布呢。这盘都撕的大呀，这么多大片毛肚，可以一次吃过瘾了啊！哇，太过瘾了！哇，它这里还有蒸的蒜蓉生蚝、蒜蓉扇贝，58的价位就可以吃到。但是因为可能供应人少，它这个就没有热太多。那个蒸柜里2个的各自最后一份被我拿了。这个扇贝肉有点小啊，它这蒜蓉味调的还可以啊。你抛开这个蒜蓉扇贝不谈，你说它是一个蒜蓉粉丝，我觉得味儿都还可以。再看看生蚝，蒜蓉真挺香的，我都想把这蒜蓉拿出来拌饭吃了。这生蚝的大小也有点可怜啊，俩差距有点大啊。他家这个我感觉整体上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。说对于他这个专门吃火锅的自助来说啊，这个确实也是做到了物超所值啊。咱不说冻肉卷吧，你像就好比说这一份鲜切肉，2份拼一份，在正常的火锅店售卖可能都是25到30块钱一份，那你在这块儿你吃个6盘，这妥妥的就比吃单点便宜，是吧？品质虽然说也确实是差了一些啊，但是能满足你这过瘾的需求啊。现在是下午2点了，他1点半之前其实收这个空盘子还是很勤奋的。后来过了1点半之后，他们好像都陆续开始开饭了，然后就没怎么过来收盘子了啊。这个也是表示可以理解吧。又煮了2盘肉。
之前在外地吃涮羊肉自助的时候还念叨，这天津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涮羊肉自助啊？没想到这就实现了啊！之前在杭州吃的那个涮羊肉自助126一位，它这个算上锅底也才88。它那个冰柜里头还有一盘毛肚，这个玩意儿放到下午可能也就不新鲜了啊，咱就直接不客气拿过来了，感觉煮完就缩水了。我看隔壁桌有俩人，他们盛了好几次这个冰激凌哈，咱也尝尝。还不错啊，那个它冰柜上标的是伊利这个牌子，吃着也确实能达到这个伊利这个等级的品质啊，奶味还是挺浓的。这个品质的冰激凌对于58这个价位来说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。肠胃不好了，千万别这个热的火锅吃完吃冷的冰激凌啊。简单做个总结，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家店啊，因为它这个是小料锅底是单独计算的，咱们把这个考虑进去的话，我个人感觉是那个78的价位大于58的价位大于108的价位。因为这个毛肚虽然确实不错，但是咱11月初的时候在市区也吃到过一个109的毛肚自助啊，西悦汇那边对比一下这家店的话，相对市区比较远，然后它这个位置离地铁站还2公里多，这个交通性价比上确实就差了一些啊。然后它这又要考虑到这个锅底费、小料费，价格更贵了一些，所以确实这么一来一回，毛肚的性价比它就低了啊。但是确实品质还是过得去，很 OK 的。78加锅底算它88，吃到这个鲜切羊肉自助，性价比也是没谁了，很好。从这个价格，从人均价格上来看啊，它的品质是比不过同等价位的鲜切羊肉火锅，但是毕竟它这是自助，不限量，可以让你吃过瘾，吃得爽。所以说，只要饭量稍微大一点点的，来这块吃都是非常非常的值了哈。最低价位58的肉，我就吃了一盘啊，没什么毛病。你要单说想吃肉吃饱的话，那是58性价比，那绝对能拉满分了啊。店里其他的涮品或者炸货什么的，您就看心情了。但是炸货不推荐吃。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希望我的视频能给您带来好的胃口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